2026年4月，全网播放量最高剧集 Top 10，4月的收视和评价到底如何？又有哪些剧集数据冲出来了？我们就用一个视频来看看吧。数据截取时间：2026年4月1日到26日。第10部《冰湖重生》，主演李云瑞、黄杨钿甜、张康乐，全网正片播放量 1.29 亿。这部剧是2017年爆款《楚乔传》的续作，故事承接当年让观众意难平的冰湖之战。楚乔以为宇文玥死了，被燕洵所救后走上复仇路，却在途中发现爱人可能还活着。最后两人重逢联手，对抗黑化燕洵，在乱世中杀出一条生路。本剧成了本月最大翻车候选。额淘联播，全剧零广告，实战只有 5%， 这已经不是表现不好，这是全维度扑。剧情魔改，粉圈撕扯，主创口嗨，全踩雷。其实这些都是小 case， 最关键的是女主家庭涉嫌暴雷，引起大众反感。最后豆瓣 3.0。 第9部《你是迟来的喜欢》，主演魏哲鸣、郑和惠子，全网正片播放量 1.64 亿。该剧改编自顾乐之的同名小说，讲述了高中时期因误会错过的许怀颂与阮玉10年后意外重逢，在随后的相处中，两人发现高中那场暗恋并非自己的独角戏，这段多年沉淀的感情在回忆下发酵，最终迎来了迟来的欢喜。魏哲鸣与郑和惠子的角色适配度不错，凭借扎实演技与细腻情感刻画赢得观众认可。剧集评分也不错，豆瓣 7.1， 位列同期开分剧集第1名。第8部《家事法庭》，主演龚俊、任敏，全网正片播放量 1.70 亿。青年法官沈燮志从刑庭调至家事庭，与热心律师秦瑞不期而遇，两人联手解决亲子矛盾、婚姻困境等纷繁的社会、家庭等问题。这是一部正宗的央视剧， CVB 极均 3.052， 法治题材 CVB 历史冠军，豆瓣评分也不错 7.4 分，但电视端强势，网络端较弱。腾讯加爱奇艺双平台云和单日估值最高仅828万，集均约400万，广告投放也很少。只能说有的剧集就是适合央视播吧。第7部《钢铁森林》，主演井柏然、蔡文静，全网正片播放量 1.80 亿。5年前悬而未破的817案出现新线索，侦查员周警卫追查哥哥殉职真相，再次卷入这场大案。在犯罪心理学教授江寒生和卧底警察蒋成配合下，三人联手追踪幕后黑手老谢，一步步逼近犯罪集团核心。这部剧比较特殊，峰值7427，实战 6%到 8%， 数据一般，但 6.9 分其实不差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积压剧，而且原著本身带高危改编属性，在现有审核里还能做到这样，我认为算交卷了。第6部《危险关系》，主演孙俪、吴慷仁，全网正片播放量 2.55 亿。该剧作为中国国内首部聚焦情感操控话题的原创剧集，讲述了单亲妈妈严玲逐渐陷入情感操控陷阱，历经挣扎与觉醒的故事。峰值8030，说不上大爆，但豆瓣 7.9， 是本月相对高分。我个人判断，这剧是典型宣发拖后腿，剧本撑场子。男主吴慷仁过往政治立场争议导致剧方不敢大肆营销，硬生生压了盘。第5部《8000里路云和月》，主演王阳、万茜，全网正片播放量 3.28 亿。这部剧以抗战时期为背景，讲的是一场惨烈战败之后，两个人命运被彻底改写。将军张云奎心灰意冷，投身游击队，把家人托付给孟万福，而孟万福也因此卷入战火，在乱世中一路求生守护。实战 11%， 这 15%。 这类剧咱们就不乱点评了，但我想说个行业现象，这类正剧往往讨论度低，不代表影响力低。有些剧靠热搜活着，有些剧靠主旨活着，不是一个赛道。第4部《白日提灯》，主演迪丽热巴、陈飞宇，全网正片播放量 4.27 亿。鬼王贺思慕意外遇见神秘小将军段须，两人在试探中慢慢揭开彼此秘密。一个寿命短暂的凡人，一个活了400年的恶鬼，最终用爱对抗时间，也对抗命运。3月28日开播，4日高开。本来大家都觉得 S 加古偶至少应该往上走一段，结果没想到高开就是终点。
最高是暂停在9%至11%，这什么概念？对 S 加古偶，这基本不及格。但豆瓣还能开到6.7，算宝注意点体面。这个数据其实说明一个很残酷的问题：古偶现在不是靠服化道，不是靠 IP， 核心还是剧情和 CP 化学反应。CP 不出，盘子再大都白搭，可惜了迪丽热巴。第3部《竹玉》，主演张凌赫、田曦薇，全网正片播放量5.37亿。该剧改编自团自来袭的同名小说，讲述了屠户女樊长玉与落难侯爷谢征于风雪中宿命相逢，一个父母双亡要做女户主，一个隐姓埋名报复17年前血仇，二人各有目的地演了一场假婚真爱，成就了一段跨越宿命双向奔赴的传奇故事。这部剧3月底其实就完结了，居然在4月还拿到了全网超5亿的播放量。不得不说，虽然争议颇多，但这部剧的数据真是牛。目前云和热播期剧集已超7000万，暂列2026年长剧第1名，甚至大概率会保持到年底。不管是真实数据还是平台手搓，能有这个长尾，对于剧方和投资方来讲，竹玉绝对成功。第2部《蜜语记》，主演钟汉良、朱珠，全网正片播放量6.05亿。许蜜宇的完美婚姻在6周年纪念日被打破，不得已从君悦酒店客房保洁做起。之后，他与新任总经理纪峰联手整顿内部问题，改革酒店经营，并在并肩奋斗中逐渐产生感情。这应该是4月真正意义上的赢家。豆瓣5.4，不高。剧情天天被吐槽霸总爱上保洁阿姨，但实战做到22%到30%，而且这个成绩大概率撑满4月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这是平台资源加档期真空加受众下沉共同抬起来的。嘴上骂的人很多，数据却没掉。观众有时候一边吐槽一边追，这就是现实啊。第1部《岳灵起迹》，主演鞠婧祎、曾舜晞、陈都灵、田家瑞，全网正片播放量7.54亿。这部剧讲的是九尾狐陆无一潜入洛安城查案，与几位各怀目的的伙伴卷入龙神之力争夺。众人从互相试探到并肩合作，在寻找真相过程中不断改写命运，也在爱恨与救赎中做出选择。这个是4月现象级争议剧。4月4日站内峰值，连续5日破万，最高时占18%。看到这数据，很多人以为要冲爆，结果熟悉的剧情来了。为了捧自家艺人，中后期变形，又是经典操作。前半程做给观众看，后半程做给资本看。其他主演我们 get 到，这个田家瑞论实力论长相论资历，真得能和其他3位相提并论吗？于是收视和口碑双拐头，最终豆瓣5.2。我一直说小4的稳定性体现在让人失望这件事上，几乎从不失手。好啦，那这个4月你都看了哪部剧呢？成片有没有达到预期呢？评论区来聊聊吧。这里是 When Weekly， 我们下期见。